部朝小路方。前方车辆请注意，我们是江宁特警，我们是江宁特警，立即停车接受检查。 邵医生，哎，看眼睛怎么样？没不舒服吧？没有。再养2天就好了，可以出院了啊。好的，谢谢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患者蛛网膜下腔出血，在别的医院保守治疗了7天，恢复的不错。CT 显示血已经吸收了，第9天意识突然不清醒，送到我们医院。CT 显示并未出现2次出血，也未梗塞。血压怎么样？有高压病史。用的什么药？氨基己酸，0.9%的生理盐水，100毫升70静脉滴注。0.9%。把血压控制在160到100之内，多卧床静养，开点止泻剂，注意低钠血症，3%生理盐水，可以口服，可以静滴。同时关注一下，可能会有蛛网膜下腔出血后的脑血管痉挛，必要的时候扩血管治疗。好，好。
徐山上，让开，让！什么情况？2人重症昏迷，1人头部中弹，1人头部重伤。让开！闪开，闪开！推进去，通知省外会诊。喂，全都给我去急诊外科。什么病人这么重要？是电话直接打到上去的人，可能需要会诊啊。走。教官，怎么是你们啊？我们的兄弟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事了。快进去，快进去！头部受到剧烈撞击，开放性颅脑伤，当场失去意识，出血量很大，脉搏持续降低，体温不到35度。瞳孔不等大，我估计是颅内现在有血肿。这样推去做 CT， 通知手术室随时做手术啊。好。什么情况？患者头部中枪，失去意识，子弹未贯穿，自主呼吸19到12，脉搏低于正常值。是，中弹的病人是特警，刚才推走的是嫌犯。枪应该是自制的土枪，没有爆破伤，希望子弹卡在颅骨，没有进入脑组织。先做 CT， 维持生命体征。是。啊，还有通知王主任，现在看来可能要同时开2台手术。明白。啊，去吧。好。医生，我同事怎么样？哪位是你的同事啊？特警，头部中弹，需要手术的可能性很大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明白。怎么样？颅脑伤的病人硬膜外血肿大约有50毫升，中弹的病人 CT 显示有异物进入脑组织，经气囊输血。联系王主任了吗？王主任还在手术上，其他能主刀的都还在手术中。多久下手术？巡回护士说最少要2个小时。你看，把硬膜外血肿的病人先推进去。等下，不是应该先救中弹吗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另一位病人的手术指征更明显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只能先开1台手术。那小超呢？等。我们能疼，他怎么疼？他怎么疼？邢教官，现在2个病人都挺危险的，推进去不一定下得来手术台啊。让我们怎么办？不行的话，联系转院。你看一下，现在附近的医院有没有可能做这个手术？不是医生，我兄弟是执行任务时候受的伤，他是为人民流的血，你怎么能让一个罪犯先进手术室呢？我是医生，不是法官，判断谁先做手术，我只看手术指征。你搞错了吧？你要先救的人是一个罪犯，你就算把他救回来了，他还给我枪毙8回了。是警察，给我注意点。这什么地方？医院有其他病人，控制好你的情绪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是医生，不是法官，我只管救人，不管判案，别影响我们工作，知道吧？好，等会儿。不是你要救的人是罪犯，你。把另一个中弹的病人的片子给我调一下。颅内压上来了，有脑疝的风险。手术指征也明显。2台手术一起开。好，谢谢。现在，附近有条件接受小超手术的医院在20公里以外。我也问了，现在转院，风险更大。通知手术室、麻醉室准备啊，快点的。快要车家属在吗？我们现在决定2台手术一起做，需要家属签字。家属在吗？他母亲也在手术。未婚妻不行，未婚妻在法律意义上来讲，她不是亲人，她能担这责吗？
我是队长，我可以负责，我们警队也可以负责。一会儿你来签字，拜托了。我会尽力。你说邵主任为什么要2台手术一起开呀？要是出了事儿，怪到院里怎么办呀？邵主任既然这么决定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再说了，在制度和生命之间，当然生命为大。准备好了？好了。怎么样？病人的生命体征平稳吗？平稳，好的。病人姓名？耿小超，26岁，头部中弹，异物进入脑组织。悬吊皮瓣。头皮打开了，上钻。起刀。图案取下来了，看见血块。好了，我来。双击，吸引气哈。我要进颅了，注意血压。颅压降下来了。神经外科的手术是所有手术当中最优雅的，一定要稳、精准。好了，出血的情况止住了，做得不错。颅压下来了。枪和子弹的情况搞清楚了吗？是自制枪械，用的是铁弹。找到异物。好了，清洗组织，止血。是。张扬，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？邵主任，暴露完毕，准备吸出血肿。这血量突然变大了，止不住了。你们接手，用神经巡航看一看，颅内是不是还有疑似的弹片？是。啊，我先过去。情况怎么样？主任，你看，大静脉动，自动血肿剥离，出血量太大，情况很糟。别慌，我来。这样止不住血，不行。用填压法，凝胶海绵，悬吊止血。主任，病人血压一直在降。补充血浆。这是动脉血管瘤吗？为什么术前的 CT 上没有看到？术前还来不及做血管评估 ，CT 平扫也不能了解血管情况。主任，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个动脉血管瘤，我现在过不去，你们先把他血压稳住，别让这个血管瘤破裂。好。备用血不够了。还有多少毫升血浆？还有200毫升。让血库备血，让米卡配合你进行颅内动脉瘤夹闭术。收到，让血库备血。好。准备动脉瘤夹。米卡，暴露动脉瘤进行段，做临时阻断。是。临时阻断不必要，万一血管瘤破裂的话，可以随时临时阻断。好。分离动脉瘤周边，显露动脉瘤颈。是。邵主任，病人血止住了。好了，张扬，你来吧。啊。
把血肿吸干净啊！我去看一下贾丽芬。好了。动脉瘤夹壁成功，没有破裂。血肿清理干净了吗？已经处理好了。准备关颅吧。是。怎么样？两台手术都很成功，但病人出来之后呢，还要送到 ICU 去做进一步的观察。你们的心呢，暂且可以放下。还有一个情况我给你交代一下。做手术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小超的颅内有动脉血管瘤，我们做了处理，但是有没有后遗症不知道，要看他醒了之后的状况。之前是我们态度不好，对不起。我是医生，我做决定是基于我的能力和判断。你是警察，咱们立场不同，所以难免出现之前的情况，这没对错，不用跟我道歉。谢谢。证书，李凯。怎么就你一个人了？我让他们回去了。你在这守着也没用 ，ICU 是不能探视的。知道。你还没吃饭吧？谢谢。吃点吧，你肯定一天都没吃东西了。嗯。邵医生做出选择那一刻，我心里面其实和理念一样愤怒。那些王八蛋杀人放火、贩毒抢劫，而小超，他是我们队里面最好的狙击手。我们拼了命去抓这些恶人，他有什么办法？我们是警察，我们是警察。我们也没得选。医生有希波克拉底誓言，其实是在正义和仁慈的面前，我们也不能直接的、主动的、有意识的杀死一个病人。在生命面前，人人平等。作为医生，我始终如一的尊重生命，而你作为警察，你维护了法律的尊严，你做到了。我可以理解你们的选择。你知道吗？小超原来是职业的射击运动员，本身有机会可以进国家队，但是警队需要人，他义无反顾的就来当警察。起初他体能不好，差点被退回去，我就一直带着他，鼓励他，他才坚持下来的。他留在猛虎，他肯定觉得特别骄傲。但是我当时放弃的话，说不定是件好事，至少现在不会这样。今天出任务之前，他还跟我们说他马上要结婚了，邀请我们喝喜酒。所以下午我站在那儿，我就在想，要是被送进去的人是我，那该多好啊！
我觉得小超想的是和你一样的，他绝对不希望被送进去的人是你。斯坦，我穿上警服的那一刻，我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。可是真看到他变成那样，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啊。我小的时候啊，有一套医生的玩具，然后我就每次都搬家的时候当医生，小朋友们就来找我治病。我想长大以后，我就真的要当一个医生，我要把全世界的人的病都治好。可是真的长大了，也真的当医生了，你发现好多事情都无能为力。我实习的第1年，高速车祸，一家3口，一个都没救回来。我当时又自责，又无助，但我后来想，我还是得继续当医生啊，这样我才能救更多的人，治好更多人的病。你也一样啊，因为你们才会有更多人变得更安全啊。小超的事儿，你已经尽力了，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振作起来，然后相信我们，手术成功，小超也会醒的。谢谢你，熬了一夜，还要陪我聊天。没事，我熬习惯了。我今天这上夜班的，我以前第1年实习的时候值夜班，那个时候特别不适应，就总给我妈打电话，然后我妈也会半夜会给我打电话安慰我呀，问我这儿问我那。我后来就觉得，不能再告诉她了，弄得她也睡不好觉。我后来就不跟她说我的值班日期了，我不想让她担心。你呢？你们这行，家里人会更担心吧？我家人都不在国内，从我们这行也不太方便出国，所以1年见不了几次。所以，你更需要好好的守护自己，这样才能让身边的人安心。怎么可以这样操作呀？是啊，这该如何处理呀？几位，还有什么看法？作为省外的前主任，尽管我现在接替了副院长的职位，对于邵主任的做法感到非常震惊，不免也对省外的前途产生了忧虑。我们经历了10年，才让人心省外这块牌子在全国响当当。我不希望看到有人用激进冒险的方式毁了它。老郑啊，也没那么严重，2台手术毕竟都没出问题。张院长，你说说看。确实啊，医生在处理病人的时候啊，同时也要兼顾医院的行政制度。院长，我可以说2句吗？可以。我就是配合邵主任手术的一个小医生，我们没有太多经验。我也知道在这种场合，其实我没有资格发言，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我的感受和一些想法。来人心外科是我从学医开始就有的梦想，这里的每一个医生都非常的优秀，我觉得自己只要勤奋再勤奋，就可以穿上这身白大褂。但是到了昨天，我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如果因为规章和制度，医生就要在2个生命之间2者选其一，那我们学医的初衷是什么？整个手术的过程我都参与了，我相信邵主任是在非常有把握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的决定。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医生真正的专业和真正的胆识。
也是神外可以成为人心最大的招牌的原因。我想说的是什么？这位小医生理解得很明白，医生在职业选择上必须是生命第一，病人第一。今天上午市特警大队跟我们贺主任那边联系，说是要给我们神外送锦旗，这就是病人对我们的肯定。我们所有科研技术，最终都是为了治病救人。